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Thinking in Chinese 中文思维播客。这是一个面向中高级中文学习者的播客节目。我是小韩。你那里啊，现在是什么季节？现在是5月份了。中国大部分地方啊，已经是春天了。春天的时候呢，你喜欢做什么？我自己啊，特别喜欢出去走走，去公园散散步。好像有个研究说，每天在户外公园里待20分钟，坐在长椅上，呼吸新鲜空气，就能提高一个人的幸福感。我觉得啊，好像还挺有道理的。尤其是春天，公园里啊，开了很多花，什么颜色都有，特别漂亮。还有各种花香，也很好闻。阳光好的时候啊，走在开满花的树下，真的会让人感觉特别幸福啊。你觉得这种简单的幸福算不算理想生活呢？一个人理想的生活该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在做最后这期孔子的时候啊，发现2500年前，孔子竟然有和我们差不多的想法。那他到底是怎么说的呢？我先卖个关子啊，你呢，听完今天的节目啊，就知道了。今天我们会继续说说孔子的故事最后一部分。上一期啊，我们说了孔子的失败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聊聊孔子老年的时候，他的想法又发生了哪些变化？他去世后，对后来的人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？故事讲完以后啊，你还可以学到6个非常实用的中文词汇和短语。我会用一些生活里的小场景给你举例，这样啊，你不只是听懂，而是可以马上开口说出来。在前2期里啊，你已经听过孔子小时候还有年轻时候的故事。后来呢，他当了老师，收了学生，还当了大官。不过再后来啊，他辞职了，开始到处旅行。他们在路上走了14年，去了很多地方。有的国王呢，对他们啊还不错，但是呢，没有人真正听他的。接下来，孔子该怎么办呢？他的理想最后实现了吗？在开始故事前，老样子，我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啊。在孔子的老家山东，人们是怎么称呼陌生人的？ A. 师傅， B. 同学， C. 老师。这个问题的答案啊，你听完今天的节目就知道了。好，我们现在
继续讲孔子的故事。就这样，孔子和他的学生在14年里一共去了7个国家。孔子67岁的时候回到了鲁国，鲁国是他出生的国家。回去之后，他继续教书，收学生，名声越来越大。有人说他收了3000个学生，优秀的有72个人。这些学生里许多人后来去各个国家做事儿，他们把孔子的思想带到各个地方。可以说，孔子管理国家的理想，后来慢慢的被孔子的学生们实现了。但是对于孔子自己来说，他的理想是什么呢？毕竟直到他去世，他的想法也没有被任何一个国王接受。好，我们最后一次来想象一下，你呢是孔子最早的几个学生之一。有一天你和其他几个老同学，你们陪着老师坐在一起喝酒聊天。老师先喝了一杯，他说：大家现在学的都很不错了，你们的理想是什么呢？大家以后想做点什么呢？你还在想你的回答，你的一个同学立刻说：我想去管理一个国家，帮助他，让他打仗更厉害。你的其他几个同学也说了差不多的话，让国家更有钱，让普通人更懂礼貌之类的。老师听了没有说什么。这时候一个一直在弹琴的同学停了下来，他的年纪和孔子差不多。他看了看刚才说话的几位同学，说：我的想法和大家的不太一样。孔子摆摆手：没关系，随便聊聊。这个同学说：我的想法呢，很简单。3月的时候，天气暖和了，脱下冬天厚厚的衣服，穿上春天薄薄的衣服，和10几个大人小孩一起到河里去洗澡。洗完澡后，再坐在岸边吹吹风，最后唱着歌回家去。孔子听完叹了口气，说：我同意你的看法。孔子的意思是，一个好人会从自己做的事中得到简单的快乐。音乐和学习都能让自己快乐，这就是孔子最简单的想法。他已经不在意以前的失败了。孔子72岁的时候去世了。他的学生们为了记住他，把他说的话记了下来。这些话就是《论语》。很多朋友可能听过这本书。你看过《论语》吗？里面呢都是各种对话，主要是孔子和他的学生对话。我发现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也是这样做的。
像苏格拉底、柏拉图，他们经常和学生一起在学院的花园和小树林里散步。老师和学生呢，很轻松地聊着天儿，讨论各种问题。现在你去雅典的郊外，还能看到柏拉图学园的遗址。柏拉图和他的学生讨论最多的是什么是好人。其实孔子和学生聊的也都是这些话题。那孔子是怎么认为的呢？《论语》里有个故事是这样的：有一个官员，他很高兴地对孔子说：“我们这里有个正直的人，他父亲偷了羊，他主动跟别人说了这件事儿。”孔子说：“我们认为的正直不是这样的。父亲呢，会保护儿子，儿子呢，也会保护父亲，这才是正直。”所以孔子认为，我们对家人的爱，比我们对国家的爱更重要。孔子去世300多年后，有一个皇帝，他把孔子的思想确定成国家的官方思想。从那以后孔子的影响越来越大。又过了700多年，全国开始举行官方考试。1000多年里，这个考试都用孔子的书做教材。直到1905年，这个考试才停止了。后来1977年，中国恢复了高考，跟这个古代的考试很像。每年全国有1000多万人参加这个考试。考试的结果呢，只看分数，不看其他。就像孔子收学生，不看他们的家庭来自哪里，有没有钱，只看他们愿不愿意学习。高考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官方考试，很多家长和学生都很看重高考。大家觉得高考会决定你的一生。我听说亚洲其他国家，像是韩国、日本，也有类似于高考的考试。我看到新闻说，韩国考试的当天政府会推迟上班的时间。英语听力考试的时候呢，还会让全国的飞机停飞，减少噪音。在你的国家有这样的考试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说一说。大家为了纪念孔子，还给他建了一座庙。这个庙呢，就叫孔庙。在中国高考之前，会有很多学生和家长去拜一拜孔庙。最大最老的一座孔庙就在孔子的家乡曲阜。要是你去曲阜孔庙，你就会注意到孔庙看上去怎么和北京的故宫差不多。在中国古代呢，只有皇帝才能用黄色，但是孔庙呢也用了黄色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孔子的地位很高，
皇帝用和皇宫一样的建筑风格来建它，所以看起来很像。曲阜的孔庙还是世界文化遗产。在中国其他地方呢，也有孔庙，规模要小一些。我还去过北京的孔庙，里面有纪念孔子的舞蹈表演。这不是普通的舞蹈是一种仪式。几十个人站在一起，排成正方形的队伍。他们穿着红色的古代衣服，动作呢很整齐。现场气氛特别庄重，感觉呢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古代一样。你要是感兴趣可以去看看。我记得我18岁的时候去上大学，我第一次到山东，下了车，40-50岁的中年人叫我老师，我吓了一跳。你要是来山东，打车去车站，出租车司机肯定也会叫你一声老师。而在中国其他地方呢，你可听不到这种称呼。在孔子的老家，每个人都是老师。现在回忆起来呢，还挺好玩的。我想这也算是一种文化冲击吧。当然了，孔子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还是他伟大的思想。所有人都很尊敬他。中国人用他说的话来生活、学习、做事儿。他说过，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。知道就是知道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说话要有信用，做事要有结果。对了，还有一句孔子的话，几个人一起走，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。我突然想到也许就是因为这一句，让山东人称呼所有人老师的吧。好，孔子的故事最后一部分终于说完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先简单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孔子带着学生离开了鲁国。离开以后，他们干什么去了呢？他们花了14年时间，去了7个国家。最后孔子回了老家，继续当老师教书。他的学生呢，特别多，听说有3000人呢。这些学生后来把孔子的想法带到了各个地方。孔子去世后，学生们把他平时说的话都记下来，写成了一本书，就叫《论语》。孔子的思想后来影响了中国几千年。比如现在的高考，还有许多地方的孔庙，都和他有关。甚至在孔子的老家山东，大家见面打招呼，都习惯互相叫老师。孔子晚年的想法呢，变得很简单。他觉得一个人如果能从学习和生活中找到简单的快乐，
就很好了。孔子的故事啊，就是这些。你看，他的一生并不复杂，他失败的时候，好像比成功的时候还要多。你觉得孔子这个人，他最后到底是成功了，还是失败了呢？在你的国家，有没有像孔子一样的思想家？说一说你的想法。我们开始学习今天的重点词汇和表达。这些词汇和表达都是我们日常生活里经常用到的，用到你的对话里啊，能让你的中文听起来更自然、更流利。准备好了吗？第一个词，纪念。纪念，意思是为了不忘记一个重要的人或者事儿，特意去做点什么。就像故事里说的，学生们为了纪念孔子老师，就把孔子的话写成了一本书。所以说，学生们为了不忘记老师，做了这件事儿。这就是纪念。比如说，你还记得你大学毕业那天吗？你呀，马上要离开学校了。你和老师说再见的时候啊，想要和老师合影，你就对老师说：“老师，我们拍张照吧，纪念一下。”再举个例子，你有一枚戒指，是你的奶奶留给你的。你可以说：“这个戒指是奶奶留给我的，很有纪念意义。”对了，大家还可以记一个词，叫纪念日。日呢，就是日子的日。纪念日就是要纪念的重要日子，比如结婚的日子就是结婚纪念日。你从学校毕业的日子就是毕业纪念日。你跟你的丈夫或者妻子，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也是一个纪念日。下周六是我们认识10周年的纪念日，我们一起出去吃个饭吧。好，第二个词，仪式。仪式，刚才提到啊，北京孔庙里的舞蹈实际上是一种仪式。简单来说呢，仪式是为了表达特别的感情，专门去做的一套动作或程序。其实呢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，也会经常用到这个词。公司里的老王退休了，公司给他准备了一个退休仪式，感谢他多年的付出。这个仪式呢，是为了告别。过年吃饺子，就像
圣诞节要有圣诞树一样，是一种仪式。每天出门前，我都会给自己打气，这是我开始新一天最重要的仪式。现在有个词特别火，就叫仪式感。什么意思呢？你给平常的生活增加点不一样的味道。比如你一个人吃饭，特意铺上漂亮的桌布，摆好餐具，这就是有仪式感，说明你很热爱生活。过生日，我一定要吹蜡烛，这样才有仪式感嘛。第三个词，毕竟。毕竟这个词很好用，它表示强调一个事实，或者给出一个最重要的理由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不管怎么说。我们看几个例子。别怪他了，毕竟他是第一次做这件事儿。强调是第一次，不熟练，所以不要怪他。多穿点儿吧，毕竟秋天了，早晚呢挺凉的。提醒你天凉了，所以要多穿些，免得着凉。这辆车虽然旧了，毕竟还能开，先别换了。强调车还能用，所以不用换车。你可以把毕竟想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。在聊天的时候呢，用毕竟这个词能让你听起来更有逻辑，更地道。第四个是一个实用短语，之类的，之类的。这个在口语里真的太实用了。你举2个例子，剩下的呢，不想说了，就用它来总结。它跟等等的意思是一样的，但等等呢太正式了。聊天的时候我们更爱说之类的。比如说你们知道我这个播客呢，主要聊一些中国文化、中文学习方法之类的话题。我再举几个例子去朋友家做客，你带点苹果、香蕉之类的水果就行。遇到吵架、冷战之类的事儿，沟通真的很重要。平时我就喜欢刷刷手机、睡睡觉之类的，没什么特别的爱好。第5个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句型，直到也，直到也。这个句型是想告诉别人，一个状态呢一直持续，甚至到了某个时间点还没改变。比如说，你们一直听我的播客，直到现在也还在听，我真的太感动了。
再来几个例子。直到聚会结束，老张也没出现。意思是说，聚会结束了，老张一直没来。这件事儿直到现在，我也没想明白是为什么。意思是，从过去这件事发生到现在，我一直没想明白。直到比赛最后一刻，他也没放弃希望。意思是，从比赛开始到结束，他一直想要获得胜利。你会了吗？第6个，最后一个，可以说。可以说，口语里可以说用的非常多。可以说是用来总结或者评价的，有时候带点夸张，相当于简直是，差不多是。这家饭店的菜可以说是全市最好吃的。现在的天气呢，不冷不热，可以说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了。你们那儿的天气怎么样呢？我再举个例子，他这人平时特别热心，总是帮助大家，可以说是个热心肠。热心肠呢，也是个地道的口语表达，指特别爱帮别人的人。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？可以说有了他们，生活都变轻松了不少，对吧？好了，这期的6个地道表达就讲到这里。光听是不够的，大家呢一定得练起来。你可以在评论区里用今天新学的词造个句。提醒大家，文字稿和词汇表都在描述栏的链接里，记得去下载非常感谢你的收听。如果你有想听的话题，或者有什么其他想法和建议，欢迎写邮件或者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一期再见了，拜拜拜拜。